清香的际遇让我既心疼又无奈。世事不易，女子尤难。希望有朝一日，如清香一样挣扎求生的人，可以有更多的选择，而不是被他人胁迫着，被命运裹挟着，走上不归路。与此同时，长安莫名流传着关于我的流言蜚语。我虽坦然，却担忧王爷身居高位，受到牵连。路一段为告别的离场。谢谢。没事没事。这边。哎呀，下次小心啊。好。夫人，楚楚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心情不错呀。见到夫人了，心情当然是吃点。夫人，轻点。积德行善，你仔细说说，积什么德，行什么善啊？我有个朋友，他身患顽疾，病入膏肓，我是来求医问药的。你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？这什么地方？来这儿求医？哎呀，这个病啊，它不是一般的病啊，是跟女人相关的。我身边只有画眉最在行了。画眉？所以，你的意思是说？没错。你这什么朋友啊？作孽的时候天不怕地不怕，这个时候知道认怂啊？哎呀，人自有命嘛，我帮就只能帮到这儿了，后面就得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不是，你们在说什么？画眉姑娘是大夫？不是，就是那种事。哎，不过你放心啊，只要画眉出手，药到病除。夫人，你真知道了。夫人真聪明。那我就先去看一下啊，夫人。景逸他在说什么呢？早年间，画眉姑娘不小心染上了干眉疮啊。你也知道，干眉疮吧是个不治之症。我和景逸前后帮她寻了不少方子，本来只是想延缓病症，减轻痛苦，结果不知道误打误撞用对了什么，竟然痊愈了。还有这种事啊？我估计景逸这个朋友应该是知道什么了，所以托景逸来找画眉姑娘讨方子。哎，那画眉姑娘都可以治好，沁香是不是就有希望了？对啊。恕画眉直言，安郡王不该问我男子应如何行事，而是应当问王妃。你认得我？长安城内能让景少卿如此看重，
又情意克纯的男子，除了安郡王，还能有谁？还请姑娘直言赐教。适才听了王爷说尽了自己的不好，可在画眉看来，却是情深生忧怖。但适才姑娘所求，似乎也是世人眼中的好郎君。可是王妃不一样啊，王妃是自然里生长出来的乔木，在天地之中才能如此繁茂。王爷如此苛责自己，才会让王妃更加的心中不安。多谢画眉姑娘。不好了，有人落水了！出什么事了？静香落水了。这外边怎么回事啊？黄大人，安郡王，景少卿，我今天在此地巡逻，听到水面上一声巨响，有人高喊落水了，我就立刻命人下水捞人。可是水面太黑，落水之人又没反抗，我大概捞了1刻钟吧，人捞上来就已经死了。刚刚溺亡。既然是落水溺亡，庆香姑娘怎么会没有任何挣扎就沉入水底呢？人从高处掉落，水面的冲击可能会把人打晕，兴许是已经晕了，再加上冷少隐捞人花了些时间，已经断气了。这可不怪我们啊，水面上黑黝黝的，落水的位置又不敢确定，我们只能摸黑下水了。冷少隐下水救人还是有功，不知道你们在何处捞起的庆香姑娘？啊，那里。我先送各位大人从偏门先走啊！哎，几位，请。景少卿，黄侍郎好雅兴啊！景少卿，请借一步说话。啊，来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锦衣说的朋友就是你啊？怎么会这样？王爷，你染上甘梅疮了？什么东西啊？外士们听说，大唐的诗词名篇皆传于风月之地，心向往之，定要来观瞻一番。我这也是没办法呀，要不是安郡王屡次开罪于他们，我也不至于如此难做嘛。理解理解。就问你一件事，没有任何出格之举，就是听听曲儿，看看歌舞。这些都不重要。刚才有人坠楼了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刚才听凤舞娘说，衙门的人来了，就想着赶紧带他们避避。谁坠楼了？沁香，这个名字熟吗？绝对有问题，时间、地点都不对。这不是意外，他不是失足。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点儿！
沸沸扬扬，沸沸扬扬啊！教坊人多口杂，明天指不定又传出什么风言风语。冷少爷，赶紧将这帮看热闹的人遣散了吧。好，大家都散了吧，散了吧，散了吧，各位，散了，都回去吧，先回，回家吧。散了吧，散了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安郡王，为了个月季，闹出这么大的阵仗，赶紧把人清理了吧，免得让那些外使看了笑话。这是条人命，大人却说是笑话。礼部要周全京城上下，在下是以大局为重。等遇见他的家人，多给些补偿吧。好啊，那黄侍郎打算赔偿多少？10两。一条人命在黄侍郎这里，只值10两。还是20两吧。这20两黄侍郎收好，你的命现在是本王的。你干什么？萧剑云，你想擅杀朝廷命官呢？朝廷命官的命是为民请命的命，口口声声一个月季，黄侍郎还有颜面自称是朝廷命官。王爷消消气儿。黄侍郎的意思是，你要给他钱，那就有点看不起他。同朝为官，你就算不给他钱，他也会尽心尽力的配合，对吧，黄侍郎？是，协助断案，那是道义所在。黄某岂是见钱忘义之人？那就有劳黄侍郎了。死者生前有疾，遗体不能随意处置，带回三法司吧。此事就交由三法司处置，还请冷少尹写一份陈情文书，借你手下的人一用。好，把人抬回三法司。你跟他们先回去。你小心啊。就差一步，冷月，真的就差一步，清香她就能离开教坊，跟儿子团聚，过他想要的生活了。但如今，走吧，去验尸。我想再验一下清香，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新的发现。有你在，清香不会蒙受不白之冤的。走吧。走。这桌上和床上略显凌乱，但也看不出打斗的痕迹。这个沁香啊，很有可能是和别的客人玩闹的时候不慎落睡，这客人一时心虚就熄灯跑了。安郡王，这时辰不早了，各地使臣不宜在此久留。黄大人这是想小事化了。不，您查。这屋里所有的东西，无本王命令，不得擅动。你们这是走。哎呀，这清香姑娘莫怕，你若有冤屈，尽可告知我。当心点。
这是血啊？他之前在三法司，我为他验过伤，他的旧伤我都记得，但是他颈部这几道抓痕，还有4肢磕碰的淤伤，都是新添的。所以是一边掐他，一边抓他？不是，从抓痕的深浅和方向来看，应当是他挣扎反抗时自己抓挠的。不过从长短可以看出，他这一抓，刚好抓到了掐他的那只手上。只是与客人调情取乐，应该不会做出这么剧烈的反抗啊。以他的身手，能做出这么大的反抗，肯定是到了生死关头。没错，但是还有一个问题。什么？他最明显的磕碰痕迹，就是双膝、手肘，还有颈部。焦芳这次死的，就是和神官法师有关系的那个月姬。是。这个孔雀，真是什么都敢干，啊，也不和我知会一声。做完了，我还得去替他擦屁股。王上既命他接管京中探子，必定对此人信任至极，我们也不好与他翻脸。这我当然知道，可是咱们现在身处在大唐，每日被文武百官盯得像乌眼鸡似的，一有不慎便粉身碎骨。对了，大王子那边有什么消息？王上谨慎，大王子这次也没有透露分毫，只是让您便衣行事，方便的话，给右传安使些绊子。我倒是想弄死他一了百了，啊，大王子也开心，王上也不会因为他怪罪。可惜呀，他钻进三法司，抱紧安郡王的大腿不撒手了。庆香确实是溺水而亡，但他死前有挣扎的痕迹，他的手上也有抓痕，身上也有奇怪的磕碰痕迹。庆香很有可能是被人害死的，我想剖验他。不行，他有肝霉疮，万一传染给你怎么办？肝霉疮本就是通过房中之事才会传染，其余情况基本不会的。阴阳之道，那只是日常之事，平日里不开刀不见血。可你是仵作，你是要开膛破肚的，还要把人从里到外翻个好几遍，这比男女之事危险100倍啊！尸身剖验，情况比这危险的又何止1次2次？仵作们都有一套完整的防护措施，你也都知道的。王爷，神官法师身上的错，我不想再犯了。好，但你务必要小心。宫门中人，职责在所难免，免不了要多做些牺牲。但是，正因如此，万不可牺牲在能避免之处。我明白，我会跟三法司里其他检验过肝霉疮的仵作们，一起研究出一个安全的方案，再进行检验。陛下真应该赐一块牌匾给你们，汴京城上下再也找不出第2对像你们这般尽忠职守的夫妻了。好啦，冷月，你要相信我。小厨房刚做的绿豆汤，来尝尝。来，谢谢。我今天去教坊找画眉姑娘，是有事要请教她。我在教坊没有做任何逾矩的事情。你从来都不会做逾越礼数的事啊，这跟你在什么地方没有关系。谢谢你，这样相信我。就如同你相信我一样，你虽然担心，但还是支持我剖验庆香，没有再像上次一样打着关心的旗号把我排除在外。所以在现场，你后来发现什么了？凶手很有经验，现场被处理得很干净。
庆香刚刚告诉我们教坊卖药的事情，就突然意外死亡，此事还牵扯南诏，恐怕没那么简单，还要靠王妃好好检验她的尸体。你放心，我定不辱命。大家都来给我评评理呀！有没有人评理呀？啊！兄弟们，有没有人评理呀？来评评理呀！快来看！脚下草原，快来看呀！我一个人没了，就是这个地方，就这儿啊！害死了我妹妹！就他们家，我妹妹不明不白的死在这儿啊！我亲妹妹啊！我可怜的妹妹！大清早吵吵闹闹成何体统？给我让开！大清早的这么晦气，你们都给我评评理！你们什么人呀？这都什么地方？谁能给我评评理啊？谁能给我们评评理呀？母娘，好像是庆香的兄嫂，知道庆香出事以后赶过来的。庆香的兄嫂？我妹妹的命，你必须得给我一个说法。你妹子已经被三法司人拉去了，想要说法是吧？去三法司去找去。那你把我妹妹自个儿的东西总得给我们吧，让我们也留个念想。你妹妹是卖身出来的，连自个儿的身子都不是自己的，还有什么东西是她的？再不滚，我叫人连你们一起捆起来送到三法司去，滚不滚？滚不滚？看什么看？都散了，在干嘛？干嘛去？打人了！你们早就认命了，都没人管我妹妹。听话吧！我不活了！王爷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那可是甘梅窗啊！你怎么舍得让楚楚去泡宴？你心也太大了吧！你那么一……哎呀，心真大。多谢关心。你放心，楚楚会联合其他仵作，一起商议一个最安全的办法。就知道说不动。但是，商议为什么不带着我一起啊？我也是楚楚的徒弟啊，而且那下黑手的人，我比你们更熟悉。你什么意思？有些话我不能多言。但如果他们发现你心怀异志，一样会调转矛头针对你。放心吧，亏本的买卖我是不会做的。我现在说不说，我都有危险。就像日后，如果真的南诏与大唐开战，无论谁输谁赢，我都是一死。再说了，我的好哥哥不会留下我的。与其这样，倒不如帮帮你们，总不能让乘凉大树倒了不是？王爷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或许沁香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呢？愿闻其详。沁香身染甘梅疮，又偏偏死在你们面前，这个当口，贩夫走卒都知道，三法司一定会仔细查验，尤其是楚楚。若楚楚真的是因为查验而染上甘梅疮，你与他又日夜相处，那怕是连王爷你都跑不掉。多谢你考虑如此周全，但楚楚是三法司仵作之首，要不要验，如何验，都由他说了算。王妃三思啊！甘梅疮病邪与患者抚摸，便会有传染风险了。何况是剖验呢？虽做好周全准备，但风险还是太大，还是让我等来吧。你们听我说，我曾为沁香姑娘验过伤，对她生前身体情形更了解，也更容易发现线索。我与诸位同为仵作，因此更没有避让的道理啊。楚楚，你也是来劝我的？哦，我是来给你打下手的，顺便来偷师。嗯。你还真坐得住啊！听说楚楚正在剖验沁香的尸体，不担心啊？书都拿到了。让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？
一个好消息，一个更好的消息，先听哪个？你这个月的俸禄和下个月的俸禄，我怕那些姑娘有所顾虑，索性把教坊的护卫、门房丫鬟挨个问了个遍，从他们口中拼凑出与沁香关系较好的恩客，查下来唯独有1人最可疑，这算不算好消息？什么人？暂时还不清楚门路，他们记不大清他的样貌，但都知道此人留着小胡子，左脸的颧骨旁边有个痣，右脸有一大块胎记，面部特征如此明显，应该不难找。所以我说嘛，这是更好的消息。下个海捕文书吧，这么明显的人，估计晚上之前就能找到。先不急。怎么？先前右承安提醒我，此事可能和高罗谦有关系。高罗谦？王爷，少卿，教坊那边传来消息，沁香的兄嫂在门口哭闹，他们要把沁香的遗物给拿回去。遗物？对。教坊给了吗？没有。你再去趟教坊，务必将沁香的遗物尽数带回来查验。快别忙活了，都什么时辰了？先吃饭。楚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来了，哥。啊，哥给你烙了饼子，还从德顺楼拎了2个菜，给你们改善一下伙食。好香啊！你们先吃，我得去见趟王爷。哎，丫头，别等我了。带的什么好吃的呀，楚大哥？切烩、醋芹、红烧肉，都是楚楚爱吃的。便宜你小子！王爷，怎么验了这么久，还顺利吗？总得把检验工具清洗干净，再沐浴更衣，才敢来见王爷，所以耽搁了些时候。顺利就好。有什么发现吗？我的确在沁香身上发现一处古怪，但是还不能确定是怎么回事。我想再去一趟教坊。好。沁香的兄嫂来过。瞧着像是寻常的农户人家，不求别的，只求领回沁香的尸骨和他的遗物。他们以前可有过往来？他们手里有沁香的东西，也知道沁香病了，不像是撒谎。不过有您的吩咐，再加上五娘的性子，没有让他们进门，也没给东西。沁香的熟客里有一个脸上长了胎记、痣，还有胡子的人，你可曾见过？见过这么一个人，但是不曾做过他的生意。他倒是找过沁香。你最早见他是何时？大约小半年前。王爷，那奴婢便不再打扰二位了。有何发现？我验尸的时候还发现，沁香的手肘、两膝还有脖颈处都有磕碰的痕迹。你意思说他生前与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？他身上有不少拼命挣扎留下的伤，应该就是死前短时间内的事。动手的应该是个男人，手掌不算大。沁香在搏斗中已经没了体力，甚至已经晕厥，才从这里被扔下去。不对，哪里不对？你看啊，现在正值夏日，湖中浮藻、游虫都特别多。如果说死者在溺水前还活着，那他呛入腹中的水里，应该有特别多的浮藻、游虫。可是沁香的口鼻还有腹中，都没有这些东西的痕迹。不错，确实如此。所以说明，他在溺水前就已经被水淹死了。溺水？
但不是河水，说明凶手本来就是想在屋内把他推下去。但是他又是在哪里把庆香淹死的？你说他脖颈处那道伤是怎样的？那处最为古怪，是一道磕碰在硬物上的淤伤，细长的一道，就横在脖子上方。是像这样吗？对，就是这里。如果有人把庆香按在水盆里，逼得他不得不跪着挣扎，那就能解释他脖子上那处伤了。用一场溺水掩盖另外一场溺水，将庆香伪装成失足落水的假象，而后制造混乱，趁乱脱身。这凶手心思如此缜密，看来不是临时起意，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凶案。哎呦，冷少爷近日总见冷少爷亲自巡街，实在是辛苦了。职责所在，贵使客气了。哎，方才听闻这长安城中有身染肝霉疮者，不知是真是假？是否方便透露一下？出入驿馆之人都经过严格的检查，以确保驿馆洁净安全。贵使尽可放心。多谢冷少爷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用南诏的方子配制成的熏香，这个时节用来熏虫最好。冷少爷，拿些回去试试。那就多谢高副使了。冷某公务在身，先告辞。好，那不打扰。没错，他们长得就是这个样子。他们自称是庆香的兄嫂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带来了信物，连父母娘都确认过了。那他们也不是亲兄妹。从五官特征上来看，庆香眉高眼深，那父母或祖父母之中应该有胡人血统，而这两个人明显是关内人的样貌呀。查清了。你们还记得庆香讲过她身世吗？记得，她说自己是大户人家的家妓，不慎有孕，为了不让孩子受奴籍之苦，便私自出逃的。是实话，也有所相瞒。庆香原籍陇右亭州，她孩子静云的亲生父亲就是如今的骠骑大将军谢怀定。谢怀定，他为人刚直，与夫人琴瑟和鸣，未曾听闻豢养过家妓。庆香原名绿莹，她与庆香相识的时候，是她年少轻狂的时候。谢怀定名门出身，家里早就为他安排了参军，建功立业。没想到在参军之前，谢怀定与家妓绿莹暗生情愫，珠胎暗结。这谢怀定倒是个情种，就想带着绿莹远走高飞。不料被其父知道，就要偷偷处决绿莹。谢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，拉走！父亲，父亲，不要！父亲！谢父索性直接命人立了一关主，告诉谢怀定绿莹已被处决，断了他的念想。谢怀定一时心灰意冷，转身就投军立业，就成了今日的骠骑大将军。要不要赶紧告知大将军啊？大将军有了爱中的妻子，庆香到死都不愿说出她的名字。
不管是为了保护大将军，还是最后给自己留一丝体面，我们都尊重他的遗愿吧。可是大将军，楚楚说的对，既然庆香和静元已经做出了选择，就让此事尘埃落定吧。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找出杀害庆香的真凶，给他这苦难的一生一点微不足道的公义。对这石缝里蹦出来的兄嫂，王爷怎么看？若是亲兄妹，哪怕想借妹妹的死发一笔财，也该先到官府去确认尸体，了解其中发生了什么事，牵扯了什么人，再思量向谁索赔，索赔多少的事。这二人倒好，直接跑到教坊，倒像是知道死者无亲无故，想要冒充其家人，领取遗物。庆香礼物都在这儿，我看过了，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一些女子用的细软。教坊不想把东西还给他家人，那就由我们代为归还。你怕遭报应啊？我把金镯子拿来，我换了钱都归我，报应就报应我自己。哎呦，我就这么一说，你还吃吃？你赶紧吃啊！吃完一会儿你给我接着哭去。哎。庆香的遗体搬来了吗？就是这句。哎呀！妹妹啊，妹妹，我可怜的妹妹啊，这就是我亲妹妹，就是我苦命的妹妹庆香。是，我的妹妹呀！你们可要看清楚了，这是你们的亲妹妹庆香吗？什么话？我是他亲哥哥，我亲妹妹我还能认错了呀？就是他化成灰，我们都认得。哎呀，我苦命的妹妹呀！你就这么狠心走了，给你哥哥嫂子就留点念想，以后我们可怎么活呀？等一下，我搞错了，这个不是庆香，庆香在这儿呢。不急。人死之后，面相与生前会有细微的不同，特别是溺水的死者，这种情况下认错也情有可原。不着急，再好好看看。对，你说的对，确实不太像。是，我去看看那个，是不是？妹妹啊！哎呀，庆香，这就是我的亲妹妹庆香啊！这就是我的亲妹妹啊！那可惜了，我刚刚没搞错，这才是庆香。你有完没完？有准没准呢？这话该问你们。for me with the see.